这次的设定就是您患有天生心疾玲珑心。本座有病？有啊。可能活不过20，但是有治愈之法，那就是让小祥子拥有另外一颗玲珑心，然后让他爱上您，主动的把心献给您，就能续命。这样情节也就立完了。到时候您不想待，咔一抹脖子，唰，俩人都回来了，元神也修复了，皆大欢喜啊。这个20年够吗？情况紧急，20年差不多了。不过有什么方法能够确定他爱上我的？别让本座试探啊！这好办，我们只要让拥有玲珑心之人唇齿相接，心脏就会焕发出光芒。当这光芒光辉闪耀、蓬荜生辉、夜如白昼的时候，您就可以让他安心的献心了。这个仙君是不满意吗？那这样，我再加上一条，我让这玲珑心拥有半仙之力。半仙之力就相当于天生内力，仙君自打一出生便举世无敌，这样历劫也轻松些。哎，就这样吧。不过呢，再给本座加一条。仙君还想要什么？让他听话些，最好是对本座唯命是从。这次生死决裂，这次别再让本座失望了啊！是仙君。唇齿相接。仙君不让天界看他，大大的满意。仙君吉祥。要去哪儿啊？小仙好像正巧丢了件物事，正要回去找呢。本座在来的路上刚好捡到了瓶忘川水的解药——忘川蜜。这怎么可能是小仙的呢？小仙向来是个守规矩的人，和仙君下凡历劫，定是一碗忘川水喝得足足的。如此甚好啊！他这个人等还不赶紧随本座过来！来了。吉时已到，下凡不必麻烦了。喝了这杯忘川水，赶紧随本座下界，本座赶时间。怎么，要本座亲自喂你喝吗？不劳仙君了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喝吧。本座便带祥云仙子下界了。恭送。仙君，他喝了吗？嗡嗡有没有觉得，仙君看着福元仙子时，眉眼中有一种笑意，眼神里还有一丝宠溺。宠溺吗？宠溺，老宠。哦，